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我。大家知道小屁孩吗？总之呢，大家应该都知道小屁孩吧？在每个学校的班上里面，总是会有那么一个屁孩，然后通常让老师非常烦恼。所以今天呢，对不起，你借我看一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请到了一个老师来到我的频道，来提升我的频道品质。来，我们有请阿弟。嗨，我是阿弟。好，我是不太确定可不可以提升你频道的品质啊，不过好，一定可以是一个老师。Hello， 我是阿弟，我是阿弟英文的创作者，我是一个教大家有去学英文的老师吧。我是老师。你刚刚讲哪？大家知道我在新加坡读过中学吧？你呢？我是在那边小学毕业。其实我们刚刚在上一部影片对，都讲过了，重复讲一次。然后今天我要跟阿弟讲，就是在新加坡所发生的趣事。小屁孩嘛，对不对？对，做了什么事情？在新加坡，其实我觉得我在新加坡蛮宅的，对，基本上没有出门，就是在跟台湾差不多吗？对，边缘人，创作者都边缘人，创作者真的是边缘人。在学校有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让老师很不开心的？其实我觉得我在新加坡其实蛮乖的，跟在台湾相比，你们应该都知道，在班上总是有个大屁孩。大屁孩是什么？就是那种屁孩王，就是基本上你一到教务处，老师一定会认出你的那种。反正总而言之呢，我就是那一种。你是屁孩王哦？对，你不是说你很乖吗？因为我说我在台湾。在台湾哦。对，但是我在新加坡，因为那时候我要去的时候，我对新加坡都有一个刻板印象，就那边会编辑。对，然后我那时候去的时候就很害怕，然后再加上语言不通的关系，所以我就在那边基本上上课就是那种 OK 班上最安静的人，所以无法发挥就对了，无法发挥你屁孩王的这个特质。对，所以我在那边新加坡班上其实算是蛮乖的，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讲话。你是因为怕被鞭刑，所以很乖，是这个意思吗？刚开始是，然后后来是因为语言不通的关系，所以就不能发什么言论什么的。我觉得就这种辛苦真的要去过的人才知道，就真的你要完全换到一个新的语言环境，然后附近的人全部都讲这个语言，然后只有你不会讲，这真的很辛苦很闷欸。对，我记得我第一天上课的时候啊，我们的老师他很贴心，他知道我是华人，然后知道我是转学生，他就把我安排到一个几乎全部都是马来西亚人的班级，就靠，这是怎么安排的？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天上课就被全班笑，因为老师在叫我自我介绍完之后，他跟我说 "Go back to your seat"， 但我听不懂那是什么意思。Go back to your seat 就是回你位上，但我听不懂，我就继续坐在那边，然后继续讲自我介绍，然后结果让老师把我推回座位，然后全班都在笑，所以那时候真的很惨。还好后来有转班，而且那时候我也蛮好笑。那时候我们班上有3个转学生，然后我是其中一个。然后老师那时候叫我们上台做自我介绍，然后说那个 foreigner student 可以上台做自我介绍，然后我还在那边看大家。谁要上去了？对。然后有一次很像老师开了我一个玩笑吧，然后那时候我就很错的看着大家都在对着我笑，然后我就这都是笑场了的那我赶快笑一下，大家觉得我听得懂我就笑，我就让每个人脸都超错的。Why？ 你知道你这样很像是，比如说你可能看一个英文的电影。然后大家都在笑，但你不懂要笑什么，所以就装嗨这样，结果没想到在笑你，好悲惨哦。对，蛮悲哀的。你说屁孩嘛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也想要来讲一个，就是我在新加坡有做过很屁孩的事情。这是小屁孩行为，不要模仿。就是我跟我的小三的朋友们，我们周末的时候就会去到 shopping mall 的5楼，然后往下看，然后看1楼在走动的人潮，我们就会你要吐口水是吧？对，我想小屁孩都懂，真的。每个人都做过，我们就会吐口水下去，然后看有没有滴到谁，被滴到你就往上看嘛，然后我们就会躲起来。对，然后就到底谁吐的口水？我们还会计分说，今天瑞他吐了10个，然后他中了2个之类，然后可能积分最高的当天也没有干嘛，就这样，挺好玩的。当天屁孩王，对，当天的屁孩王，大家不要学，这真的是屁孩的行为。所以由此可知呢，大家都当过屁孩，所以搞不好我以后我可以当英文老师哎。对。放火老师，我今天其实有稍微整理了一下，因为就要讲新加坡的事情嘛，就不知道你有没有经历过，因为有一些事情是只有在新加坡会发生，在台湾看不到的。比如说刚刚鞭刑是一个，还有另外一个我觉得跟法律相关的是，他那边的那个罚款都超贵的，而且会有一些很莫名其妙的罚款，就有莫名其妙禁止你做的事情，比如说你不能带榴莲上捷运。就有看过，太臭了，你知道它的那个标语就是一个榴莲，然后 一个叉叉，然后下面就有一个罚金，然后不能够喂鸽子，
你喂鸽子就罚款。新加坡鸽子真的到处都有，就是你基本上你只要走几步都可以看到一群鸽子聚在那边。对，他们很恐怖他们会就是一整团就朝你飞过来，你就会觉得被侵犯超恐怖的。所以那边可能因为鸽子真的太多了，所以会罚款。然后他们的罚款都超级贵，他们可能你喂一个鸽子，可能就要罚1万块的新币。我不知道怎么这么多啦，5000块1万，应该是5000块，5000块应该是5000块，5000块可能就是10万块10万台币，超贵的。你丢个面包屑，然后你就要被罚10万。10万没了，我在撒10万块了。再来，而且我觉得新加坡垃圾桶超级多，超级多，而且新加坡，你像他们还做过一个算是研究吧，就是说他们设定的那个垃圾桶的点啊，都有被研究过，就研究说一个人能拿垃圾拿着多久，就会想把垃圾丢掉。真的假的？对，人家就走几步就有垃圾桶，好科学哦，难怪它会这么多个。对，真的是超级多，你到新加坡才能体会到。再来，我觉得新加坡那边车子很少，因为那边牌照是很贵的。对，所以到处都是计程车。对，大家基本上都是搭公车啊，或者坐捷运，或是脚踏车。而且那边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你只要有一张新加坡的捷运卡，你就可以玩遍新加坡。我记得我有一次是骑脚踏车环新加坡，好像失败了，但是据说啦，是一天如果努力骑的话，你可以用脚踏车环岛。我觉得可以，因为之前我们学校有做过一个叫做什么 Resilient Walks 嘛。对，然后那时候就是要从东岸，因为我在东区嘛，然后走到西岸，然后那时候就熬夜走，从我家东区走到市区。多少人一起啊？全校，全部4年级，因为那时候我们要考一个毕业考，就是所谓的一个国际考试，老师要训练我们的韧性，所以他叫我们全部人一起去走路，对，就熬夜走路，就真的走整晚，从东岸走到西岸。这不会很吓到人吗？阴尸路之类的，半夜然后一群人慢慢的走，对啊。好恐怖，所以后来有成功吗？后来有成功了，然后还会发一个证书。对，其实新加坡真的很小。我在新加坡住的时候啊，因为新加坡真的太小的关系，所以我住的都是住那种公寓，然后它的公寓都有编号，就762、763、764。对，像是我家就是编号200。对，然后它的规格都会一模一样。真的，新加坡政府真的是有事吗？新加坡政府一定有强迫症。对，真的，他们一定有强迫症，他们每一个都一定要一模一样，然后很容易迷路这样子。对，而且还记得有一次那时候我刚去的时候，我走到一个地方，怎么跟我家附近一模一样？对，然后就会很 confused， 对不对？对，就会整个很迷惑，怎么会这样？我来对地方吗？对啊，这会迷路。那边基本上每个地方都有个 food court， 对，就是有各种不同的小吃吗？就是 food court 的价钱都是比较平价，然后如果你要去餐厅吃的话，假如说就是一般食物的价钱，就 food court 的价钱，然后餐厅价钱可能就高到这边来，可能就吃一天餐厅，然后你接下来就可能都只能吃面包，每天吃泡面，真的餐厅超贵，对，超级贵。我自己怀念新加坡的话，应该是它的交通吧，我觉得啦，我还蛮喜欢那边的巴士的系统，跟可以骑脚踏车，它很多专门给脚踏车的脚踏车道。有啊，而且他们巴士是每500公尺就一站，对，就很便利，很靠近，因为他们就地小嘛。所以这些东西，我觉得就不同国家不同文化，我觉得还蛮有趣的。我印象很深刻是那边的每一个礼拜五一定都会有一个时段会塞车。真的哦。对，因为他们有回教嘛，他们礼拜五的时候都要朝拜。对，像是我们学校附近就有一个他们那边朝拜的店。只有在那个地区会塞车。对，就整个超级塞，就是塞到爆，人超多的那种。对，新加坡也是一个宗教很自由的地方。对啊，那边宗教很自由，就是那边有佛教、天主教，还有回教，就种族很多的关系。我觉得那边真的可以体验到一些文化大熔炉的感觉。对，就文化大杂烩。对，不管是宗教信仰，或是价值观，或者是语言也是。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式的英文它这么的特殊，就是因为它那边这么多人种，然后这么多文化，然后就混插着一个本来就是新加坡式英文。对，但是我也觉得他们那边真的。可以这么说吧，种族真的蛮和谐的，就是真的有体会到什么叫做种族和谐，在那边就不会有任何的歧视啊或者什么的。真的没错，那边政府做的真的蛮成功的。好震惊哦！我频道怎么突然变那么震惊？严肃啊！讲新加坡就要讲严肃一点，不然我被抓回去。那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了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在影片下方点个喜欢，并且分享，然后也不要忘记我的频道，也可以订阅阿弟的频道。我的频道，可以到我的频道去看我跟放火讲有关新加坡式英文的影片哦。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 Facebook 粉专或我们的 Instagram 来追踪我们的动态，可以看我发一些废文，然后阿弟会发一些比较正经的东西。对。那各位观众，我是放火，我是阿弟，拜拜，拜拜。你还没走？对，嗨，对不起，最近我影片发布比较慢，然后我
觉得我有义务跟大家说对不起，对吧？最近因为一些事情，然后就没有去更新影片。我应该会再拍个影片解释一下，对。就想要现在这片我跟大家说不好意思，对我影片都这么晚更新。就明明之前我跟大家答应好说我会开始比较勤奋的更新影片什么，但是我却没有。总之，谢谢还在关注我的观众，还有说谢谢你们一直给我支持，还有给我的鼓励。我词穷了，我们一样下个影片见哦，拜拜。Blah, blah, blah.